大家好，我是本人道说菲斯。上一期的视频我们说了宙斯化身黄金鱼的故事。对于经常化身禽兽来泡妞的宙斯来说，这一次可是创意十足了。但是不是有一句话吗？像雾像雨又像风，既然已经有了雨了，又怎能缺了雾和风呢？这一期我们再来说一出宙斯诱拐少女的新手段。开篇之前先给大家介绍一下第一幅画的作者，文艺复兴时期的画家克雷乔。克雷乔可以说是文艺复兴时期一个非常杰出的画家，但是在当时却不是非常有名。但其实他的技艺是非常精湛的，而且他的作品是超越他所在的时代的。他作品中的光影甚至深深影响了后世的巴洛克艺术。今天的第一幅画《宙斯和伊俄》，他使用了佛罗伦萨的精湛技巧来画出了威尼斯画派非常喜爱的世俗画，而且画出了典雅。之所以他当时没有名气，是因为他是在意大利的一个小地方发展的一个名为帕尔马的地方，所以直到100年后，当巴洛克艺术盛行时，他才被挖掘出来。宙斯和伊俄这幅画很高，有162厘米的高度。根据当时的女子身高，我可以认为这是一幅真人大小的画。一位裸露身体的女子背对我们，身体也微微的向后倾斜着，头部正侧向一旁，似乎表现出一种抗拒感。而一阵灰色的烟雾遮天盖地，除了画面顶部露出的一小部分蓝天，烟雾几乎占据了半个画幅的大小。当然这阵烟就是色胚宙斯本尊了。你可以看到女子几乎融入了烟雾中，烟雾化成的一只手正搂住女子的背部，而一张烟雾勾勒出的人脸隐约可见，正在吻向女子的脸颊。但是根据女子的面部表情，很明显这是被迫的，因为她正在试图避开这张可恶的嘴巴。她的身体后倾，而脚下是一条河。为了避免落入水中，出于本能，她的左手抓住了那只由烟雾组成的手。女子的皮肤和烟雾交汇处非常的自然，也是这幅画最精髓的地方。这是达芬奇晕涂法的极致运用，因为黑和白两种反色很自然地融合在一起，形成了很好的朦胧过渡，而没有生硬的线条。画中的女子和五官也极具佛罗伦萨画派的典雅，即使是赤身裸体，却完全让你感受不到一种诱惑，只能引发你内心中对这个试图反抗的女子表现出的深深的同情。伊俄其实是河神伊拉克斯的女儿，她其实是一位水仙女，但是被好色的宙斯相中了。虽然她极力反抗，但这种低阶的神仙怎么可能反抗高高在上的神王呢？所以她被宙斯诱奸了。当然这个事情没有完，因为宙斯出来猎艳的事情被他的老婆天后赫拉发现了。毕竟赫拉深知这位丈夫有各种小三，所以盯他也盯得比较紧。突然有一天据说是赫拉发现了下界有一阵黑色的妖气，她的本能觉得这又是她的丈夫在搞飞机，于是赶紧赶过来看一看。于是宙斯慌忙把伊俄变成了一只小白牛，还跟赶来的老婆说：哎呀老婆你看这只小牛多可爱啊。伦勃朗的老师拉斯曼特的这幅画就刚好的描述了这个场景。左上角的赫拉头戴桂冠，气场十足，带着2只孔雀驾着祥云而来。孔雀在希腊神话中恰恰是赫拉的象征。右下角的宙斯一只手放在一头牛的头上，仰面朝向自己的老婆，正尴尬的笑。这个场景实在让人忍俊不禁，和当今社会正是捉小三的感觉如出一辙。不过画面中又画了2个其实并不在场的人物，一个是小爱神，它象征着爱情，但其实根本不算爱情，只是宙斯诱奸了伊俄而已。另一个是戴着狐狸面具的人，它象征着欺骗，也隐喻了宙斯把伊俄变成牛欺骗赫拉的行为。后来呢，天后赫拉早就发现了丈夫的小九九，于是就对丈夫说：哎呀这头牛太可爱了，你把它作为礼物送给我吧。于是宙斯没有办法，只好把小牛送给了自己的老婆。小三落入了正室手中，必然没有什么好日子过。赫拉把这头牛交给了白眼巨人阿尔戈斯来看管。据说这个白眼巨人有100只眼睛，即使是连睡觉的时候也有眼睛是睁着的，不用全部都闭上。后来宙斯又是怎么解救自己的小三的呢？他找来了他自己的私生子赫尔墨斯，交给了他一把剑和一只魔笛，
让他去偶遇白眼巨人。赫尔墨斯用这只魔笛将白眼巨人完全的催眠了，白眼巨人闭上了他所有的眼睛。之后呢，赫尔墨斯一剑杀死了白眼巨人，就把这头小白牛带走了。鲁本斯的这幅画就描述了赫尔墨斯杀白眼巨人的瞬间，依旧是一幅强调动感的斜构图作品，彰显出激烈的冲突性。白眼巨人此时已经靠在树边睡着了，赫尔墨斯一手抓着那只魔笛，另外一只手正高高的举起利剑，朝着白眼巨人的头颅砍去。他身边的那只白牛正是伊俄变的。最后我们说一下伊俄的结局吧。他被救出以后啊，就一路向着东方逃走。赫拉就派出了一只流氓，一直跟随着他，追着叮咬他。有一种说法是赫妈自己变成了这只流氓。伊俄啊一路逃亡，渡过了亚欧两界的分界线博斯普鲁斯海峡。这个海峡的意思也是牛从这里通过。之后啊，他一路穿过了高加索山脉，又渡过了艾奥尼亚海，而艾奥尼亚海也被称为伊俄之海。等脱离了赫拉的地盘之后，宙斯又把他这位小三变回了人形。好了，这期的视频就到这里，宙斯和伊俄到这里就说完了，希望大家喜欢。这次宙斯偷情的创意是不是又让你大开眼界呢？欢迎大家给我留言讨论。谢谢大家的观看，我们下次再见。